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思维工作室。我们是一个注重实践、追求卓越的频道。通过我们的内容，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你是否曾经像我的朋友一样，看着身边的人越来越成功，而自己感觉越来越普通，甚至会产生焦虑和不安呢？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一个方向前进。我们知道能力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应该学习哪些技能，最终导致我们在各方面都只是略懂一二，却没有真正的专长。我们知道要努力，但是却没有找到努力的重心，感到一直在原地踏步。然而，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软实力才是影响人一辈子的能力。是什么决定我们和普通人的差距的关键所在？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哪些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呢？经过我自己的探索和总结我列出了4个会改变命运的能力。虽然他们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他们却是成功人士却拥有的关键能力。正是这些能力让他们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好，让他们变得无可取代。所以，如果你也想在人生中取得更大的成功，不要只是注重技能的学习，还要注重自己软实力的提升。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命运的话，那就抽出10分钟的时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并且认真的把这个影片看完。我保证10分钟过后的你会感谢现在的你。当你看到这里，可以感受到你对自我成长和发展的渴望。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频道，那么欢迎你，别忘了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因为我们每一周都会跟你分享有关于成长、思维和个人发展的最佳秘诀和经验，让你更好的认识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第一呢，就是自我营销的能力。什么是自我营销的能力呢？跟你们讲个故事吧。有2个人在一起合作一个项目，彼此都很有实力，相互合作并没有谁占谁便宜的感觉，所以他们很长时间都在一起工作。其中 A 比较擅长演讲，经常可以上台，而 B 呢，则喜欢安安静静的工作，甚至有点过度谦虚。有一天，一个资本家发现了他们的项目，觉得还是很有市场前景的，所以以高薪聘请他们，希望他们可以为自己工作，还要求他们复制一个类似的项目。可是不幸的是，这个资本家只需要1个人，于是 A 就被选中了。虽然 A 有些犹豫，但最终顺利地加入了资本家的公司，成为了公司最大的项目经理。而老板对 B 就像看不见一样， B 的跳槽失败成了一个败笔。从小就被教育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后来才发现，金子发光的前提是被发现。如果它藏在洋葱里，你还能发光吗？难道指望你的老板去一层一层的剥开洋葱皮吗？这是不可能的。现实不是剥洋葱。如果你和周围的人实力都不相上下，那谁有自我推销的实力，谁就会更容易获得意想不到的机会。就像现在一些奶茶店口感明明不输一些知名品牌，价格还比那些知名品牌更便宜，但是他们的营销能力被人家吊打，最后只能在市场上分得一小部分的蛋糕。这个道理放到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被发现而已。只要你有了被看到的机会，那才会有表现的机会。很多人对自我推销一直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这是夸大其词的东西。但其实自我推销并不是喋喋不休的自我吹嘘，自我推销的核心是建立个人品牌，不是空洞的吹嘘自己，而是有策略的建立个人品牌，透过个人品牌的曝光，让潜在客户知道你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专家。这就像在社交场合中，聪明的人会运用自我营销技巧，结交更多有价值的人脉，并且不会太过自负或谦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人们更容易发现你的价值，并且带来给你更多的机会。要注意的是，在自我营销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过度吹嘘自己会让人产生反感，太过谦虚则会让人觉得我们缺乏自信。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地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并且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营销。总之自我营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调整。但是，只要我们能够适当的找到平衡点，建立起个人品牌，就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并且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第二呢，就是情绪控制力。大家都曾经经历过在情绪激动时做出不理智的行为，这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比如加班加点，因为情绪低落而抱怨，让老板听到后可能会影响你的奖金。又比如本来已经决定要买某个东西，但是在推销员的劝说下被改变了主意，买了另一个不是原本想要买的商品。这些都是因为情绪控制不当而导致做出错误的决定。实际上情绪控制力是一个人能否摆脱情绪支配的重要指标，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持理性思考，不管何时都不要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做出抉择。举个例子吧，小明刚刚应聘到一家企业，按照惯例要参加1周的军训。在军训开始之前，教官就强调了严格的纪律，表示迟到的就要接受罚站10分钟的处罚。有一天，小明就因为迟到了而受到了处罚。他觉得教官小题大做，想要解释一下，可是教官却不接受解释，让他马上出列执行。小明越听越生气，结果对教官进行了辱骂，甚至还动手跟教官打了起来。他的情绪失控，因此失去了工作机会。可能我们会觉得有必要这样失控吗？这就是控制不到情绪的恐怖后果。其实每一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其实在事后队友询问的时候才得知，原来小明在前一天跟女朋友分手了，而迟到罚站这件事则是引发了他的冲动，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纯粹只是个导火线。那情绪控制力是我们能够摆脱被情绪左右的能力，让我们尽可能的保持理性，不做出错误的决定。如果你像小明一样，因为失恋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患上了忧郁症，这些都是因为情绪无法被控制而导致的。但实际上，只要你能够冷静思考，就能够面对问题并解决它们。因此，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冷静，不要在情绪激动时做出决定。就像你不会记得上一个月在今天你做了什么、吃了什么一样，未来的你也不会想起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所以不要让情绪支配你的决策。第三呢，就是输入能力。输入能力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人获取知识和发展自己的认知能力的前提条件。在很多人的成长过程中，他们的输入能力似乎在25岁后就停滞了，就像电脑系统一样，他们关闭了自己的输入通道，没有及时的升级更新自己的软件版本。我们或许曾在学校里学习了很多知识，但当我们进入社会时，会发现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太多的生存技能和实际知识。有时候，一些所谓的学霸，甚至不如一些学渣在社会中表现出色。这是因为学渣可能掌握了更多的生存技巧，例如销售能力和抗压能力等等。尤其在当今社会中，生活节奏非常快，知识不断爆炸式的发展。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输入能力，例如不看书或者不观看视频等等，我们甚至可能连一部视频都无法完整的看完。如果你长时间不输入，不升级自己的软件版本，也不改变你的思维方式，那么30岁和60岁对你的人生意义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更新自己，不断的进行迭代，从旧版本升级到新版本。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一些优质视频时，一定要把它收藏起来。只要是你认为对你有价值和帮助的，都可以收藏，这样能让平台的算法给你推荐更多相关的高质量、有价值的内容。如果你关注的都是垃圾内容，那么它就会给你推荐更多的垃圾内容。但如果你关注的是正能量，那么它就会推荐更多高质量的知识给你。所以当你发现了一个好视频，一定要多看几遍，让自己不断的更新迭代，这是我真心给的建议，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特别是当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读书时，花几分钟看看别人总结出来的重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杠杆。第四呢，就是沟通的能力。当我们谈到沟通的时候，它并不是一种仅仅用来传达信息的简单工具，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技能。如果你想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无论是个人关系还是工作中，你必须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将某件事情说得非常清楚，但是对方似乎完全没有听懂，这是因为你的沟通能力不够好，无法将复杂的信息转化为容易理解的语言。而如果你的沟通能力强，
你能非常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能够轻松地和别人建立联系和互动。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有效的输入和输出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的输入能力很好，那么你的沟通能力也会很强。这意味着你能够理解别人的观点，而不只是仅仅将自己的想法加强于别人。相反，如果你只会说话而不会倾听别人说话，那你的沟通能力将大打折扣。不要误以为沟通能力就是用尽可能详细的方式将一件事情说清楚。相反，它是关于如何用简短而精准的语言将一件事情传达给别人。当你能够使用精准的语言描述一件事情时，你不仅可以让别人更容易理解你的意思，也可以让你自己更加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你能够将复杂的事情以一个小孩都能听懂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代表你对这个行业的理解非常深刻。这也是未来最受欢迎的能力之一，因为这种能力能够帮助你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够更好地与别人进行沟通。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未来取得更多的成功，那么请务必加强自己的沟通能力。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工作中，只要你能够将自己的想法以清晰简洁的方式传达给别人，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当今社会，我们常常被各种复杂的信息所包围。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最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学位或知道多少专业术语，而是你是否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别人明白你的想法。而沟通能力就是这样的能力，它能让你轻松地梳理和表达信息，让你的说法更有说服力。同时，沟通能力还能帮助你更好地与别人合作，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但沟通能力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能力，自我营销、情绪控制和输入能力同样至关重要。它们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与他人建立联系，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思维，从而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所以，如果你想在未来拥有更好的竞争力，不仅要注重学历和专业知识的积累，还需要重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其他3种能力的培养。掌握这4种能力，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你都将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人。你已经掌握了其中的哪些能力呢？在留言区告诉我吧。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记得按赞、留言、订阅。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